比特币的抄底计划如何制定？美股和比特币9月都在下跌吗？如果你对这些问题感兴趣，请随我看下去。我们先看到比特币的周线，我们先来看一下几组数据。首先呢，我们先关心大家最重视也讨论度最高的，就是美国的利率。我们可以看到呢，美国即将在9月18号就要降利率了。那美国呢，已经维持在终端利率有1年多的时间了。那美国的通膨也确实降下来了，所以现在是时候可以降低利率了。否则，如果一直维持在这么高的利率呢，那么美国的经济就有可能面临衰退。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先复盘一下我们上一次牛市开启的时候的利率状况。我们可以看到呢，基本上我们前面在2020降息的时候呢，它是分成2段式的。首先呢，我们第一段它是预防式的，当时的危机呢还没有发生但是美国就率先把利率先降低一点，当然它的速度没有像后来那么快因为我们到了第2段的时候呢，它是已经紧急的降息、紧急的应变了，因为当时呢，美国是已经发生危机的，当然这个危机呢是由于新冠疫情所引起的，因为我们在2020的3月呢，当时美国本土就开始爆发疫情，而且开始变得不可控了指数性的增加感染的人数。你可以看到呢，其实我们在预防降息的时候，危机并没有出现我们后来暴跌呢，其实是因为出现了危机，所以才降息的，并不是因为降息所以它才出现暴跌的。这个因果关系其实是相反的。那你可以看到，我们当时在预防的时候呢，其实我们也都不是在降息我们就开启上涨，而是我们降到位了之后，我们真正降到位了之后，我们才开启上涨的。其实这也很好理解你可以想想看如果说有一个很大的利多当然这个利多就是降息因为降息会让更多的资金释放出来，那这些资金呢就会四处的流动，当然也会流入到加密货币当中。那我们都知道，接下来会有很多的资金要进入，我们当然要在降息之前就买入，这样我们才能在好的价位所以你可以看到呢，我们是在降息之前，我们才在疯狂上涨。你可以看到，因为在这段呢会有很多人买入当然我们现在其实这一段也是我们在维持终端利率的时候呢这段时间呢我们疯狂的上涨从25000一路涨到了74000，3倍也是绝对不小的涨幅即使在比特币当中也是的。所以我们在降息一开始的前一段时间的这种预防式的降息我们也是缓缓的下跌，缓缓的修正，震荡下跌它不一定可以出现暴跌当然它要出现暴涨其实是很困难的因为该买的人呢在前面其实早就已经买入了，所以我们一降息的时候，大多数时候呢，其实我们都是缓缓的下跌。我们在美股上面呢，我们也可以看到相同的结果。那其实你可以发现我们在2021当时的牛市呢，我们是有泛滥的资金，再加上有利率的好处，我们才能有那么大的上涨你可以看到我们在2017年的上涨呢，我们是并没有利率的加持，当时的利率还在升息的周期当中所以我们2025年的牛市呢，其实它是有利率的加持的。好，那我们再来观察一下还有另外一个数据，我自己认为这个是非常关键的就是总资产我们都知道像前一段时间美国有升息缩表，那其实缩表这是非常严重的缩表就表示有很多资金呢会从市场当中然后流回美国。当然这里的市场它不单单只是加密货币，包括楼市、房市还有股市，那当然加密货币也在其中之一甚至有些车子奢侈品等等其实也都包含在内你可以看到呢，我们当时比特币牛市开始的时候，开始暴涨的时候，我们来看一下 total asset， 也就是在外流通的总资产。你可以发现呢，我们在2020 3月过后呢，因为当时美国爆发了非常严重的危机，由于新冠疫情，所以当时就疯狂印钞票，疯狂 QE， 导致你可以看到总资产呢疯狂的跳升那就导致了你可以看到，其实我们当时在3月12号的时候QE 开始附近呢，你可以发现美股当时也是在起涨点台股8523点当时的起涨点，那比特币呢也是起涨点所以这个 QE 与否有没有出现呢，其实非常的关键然后我们在后面的牛市当中呢，其实资产它都是不断的注入到市场当中的，只是没有当初这么猛烈那你可以看到后面就带起了一段的牛市。那等到我们的资产呢开始缩表的时候你可以看到
我们在缩表，那我们就绝对不可能有牛市。你可以看我们走了一轮很大的这个熊市那它当然是有缩表的加持的。你可以看到我们这轮牛市其实跟我们在2021年的上涨其实是有很大的不同的。我们这轮牛市它其实是货真价实的牛市就是我们市场上面呢并没有出现泛滥的资金，我们依然产生了非常可观的上涨但其实在泛滥资金的时候，它不只是这些资产的价格会上涨，它连我们日常的用品它也会上涨你可以复盘，你就可以发现我们当时在2020、2021的时候，我们进入到了非常可怕的通膨什么东西都在上涨非常的夸张。那我们现在呢？如果说未来有出现危机，未来当这条红色线，也就是资产呢，它开始往上走的时候，开始有资金注入到市场当中的时候，当然这个不一定会发生，但如果发生的话，我们会看到我们像之前在2020年那样，也就是你可以看到所有的房市股市还有加密货币都在疯狂的上涨，到时候只要一往上，那它绝对是一个起涨的信号，绝对是的，就像我们当时在2020年我们所看到的一模一样。那如果你对这些交易机会感兴趣的话，非常欢迎你可以点击影片下方的 ZooMax 链接，现在有举办比赛的活动，你可以先点击上方的链接注册，这个早鸟报名优惠就只到今天你在今天以前报名都可以拿到$30的体验金，然后你注册之后，你再加入我们下方的科比托战队，你可以瓜分$100万的奖池。我们的战队呢，在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这里有我的头贴。好，现在大家最关心的是我们该如何抄底，该如何制定我们的抄底计划。其实我们从最高点下跌到现在呢，大概就是20-30%左右，还不到30%，但是也很接近了。其实这种跌幅呢，在以当前的比率来说，它也绝对不是很容易出现其实我们现在大概在5万出头的这个点位，如果入场的话，其实也算是非常非常不错了。那我自己有这样的抄底计划，当然我所剩的现金当然是很少的，不多，因为在前面早就用完了。我自己打算分成2种方式，第一种就是如果你到了你喜欢的价位，你觉得这个价位不错了，那其实就可以抄底了就比如说，或许有人可能觉得5万不错，5万1、5万1这个位置不错，或许有人可能觉得4万4、4万5不错。当然4万出头那个位置，说真的不一定能到，真的不一定能到但是到达的话是有机会的当然，如果你拿现货来说的话，你只要找到一个你自己觉得很不错的位置抄底，然后稳稳的拿住，其实就没有问题了。那当然，如果合约的话，就不能用左侧抄底的方式了。合约的话，你一定要我自己是一定会等待一个右侧的信号的，等它真的确认这个底部形成呢，那我才会入场即使价位不好了，我一样可以换取很大的安全性。那还有第3种，就是更保险的做法也就是你只要在一个你可以接受的价位以下呢，你就不断的定投。就比如说你有一笔资金，那你把它分成100份，只要在现在当前的价位呢，在你认定的那个价位之下，比如说在5万5之下，那你就每天投入1份直到这100份呢全部用完了，这也是一个不错的方式。大概就这几种。那我们最后呢，我们再看一个数据，这个数据呢就是 USDT 的市值。那我们看 USDT 的市值跟比特币的图表一起看，要干嘛呢？其实 USDT 是资金流入加密货币市场呢最主要的一个方式，因为我们买比特币、以太坊呢，主要都是透过 U 去购买的，所以如果有人把美金换成 U， 那这些 U 其实就是要流入加密货币市场，那当然比特币就肯定会上涨了。所以我们可以直接从 USDT 的市值呢来去观察资金流入的状况。你可以发现我们在熊市当中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在资金还没流出之前呢，你可以看到这一段资金还没流出之前，其实我们下跌呢都是有下跌没错，但是也有比较剧烈的反弹你可以看到，然后震荡等等的。但是我们在资金流出之后这段时间呢，你可以看我们就是出现了完全头也不回的暴跌，非常夸张的暴跌。所以这可见资金的流入流出有多么重要。那当然我们在牛市如日中天的时候呢，它一定是有资金流入的100%，而且如果我们的资金它的斜率呢变大的时候，那就表示我们资金的流入速度变快，那它当然就会带来很疯狂的上涨。那你可以看看我们这轮牛市，其实我们这轮牛市呢，资金是在不断的增加当中的，但是中间有2次比较明显的休息，一次就是我们在2万5到3万这段时间，那另外一次呢就是我们之前在6万到7万的这段时间。不过你可以发现这2段呢都已经过了我们
中间呢是有3段很明确的这种上涨。那当然了，我们现在正在开启第3段。其实我们在资金水位上升的时候呢，如果我们出现了回调，那我们可以复盘，通常会是非常不错的买入时机点。当然这个震荡的不算了。我们在资金水位上升的时候，如果我们出现了回调，我们在资金水位上升的时候，如果我们出现了回调，我们在资金水位上升的时候，我们出现了回调，它通常都会是很不错的买入点哦。你可以看到我们过去这几个点位，比如说当时的2万啊，还有后来的3万8啦，还有我们现在或许在5万附近的位置，我相信如果我们脱离了这个位置，它都不会再被回来的，就像我们之前所看到的一样。那最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一个统计数据。这张图表它统计了标普500在过去10年间每个月份平均的表现。你可以发现哦，如果一摊开这12个月份呢，每个月份都是上涨的。当然7月跟11月它上涨的特别好，那唯独就是9月是下跌的啊。平均来说啦，就过去10年了。那如果我们把这个时间周期呢拉得很长很长，我们从2战以后，从1945年一直到现在来做统计呢，9月份啊，它的平均涨幅它也是下跌的啊。所以你可以发现哦，股市呢，它其实9月它大多数时候都是下跌的，或者说平均下来它就是下跌的啊。我们可以从中位数啦，还有平均数啦，我们都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啊。你可以发现这个结论呢，跟我们之前所说的加密货币啊，它其实是不谋而合的。因为你可以看到整张图表摊开呢，9月啊，它统计了11年呢啊，它只有3年是上涨的，其他全部是下跌的。那就可以表示9月呢，它很多时候下跌，而且我们在1到12月里面呢，9月份也是表现最差的一个月份。你可以发现加密货币跟股市就是重叠的。当然我不清楚为什么，很有可能跟美国的某些生活习惯有关啊。我们在直播的时候有人提到一种猜测，因为美国的私立学校学费很高嘛，所以有可能9月他们就把这些资金呢拿去付学费，而不是拿去买股市或者是加密货币，就会导致这样的下跌，有可能是这种原因哦。但我相信这一定是有背后的理由的。那我们从统计数据来看呢，也可以反映这个事实。如果你觉得这支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非常欢迎你可以帮我的影片点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真的非常非常感谢各位，拜拜。